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拉开女友的外套，让她去勾引滑雪场的工作人员。女孩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拿着滑雪板走到胖子面前。她先是要了一根烟，开始搭讪，说自己和2个十分哇塞的闺蜜过来滑雪，可是出门着急忘了带钱。那胖子立马明白了她的想法，一想到是2个哇塞的妹子，他直接就答应了。可看到女孩带来的2个小哇塞，胖子懵了。 Girlfriends。3人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坐上缆车走了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几人竟再次来到滑雪场，他们想在关门前再玩一次。胖子这次拦住他们，说马上关门了。女孩的男友大海威胁他说，如果不放他们过去，就去举报他白天私自放行游客。没有办法，胖子只好答应。3人再次坐上缆车，却殊不知这次将让他们后悔终生。此时另一个管理员过来交班，胖子说上面还有3个人，等他们下来之后再关门。他前脚刚走，同事就看到3个人从山上下来，以为这就是胖子说的那3个，于是他直接拉下了电闸。随着电源的关闭，3人的缆车停在了半山腰。起初他们还以为只是普通的故障，可随着下面的灯光全部消失，几人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但他们还是希望会有奇迹发生。然而女孩的一句话让他们彻底破防，她说这个滑雪场只有周末开放，而今天正好是周日，这就意味着如果没人来，他们就会被困在上面整整7天。女孩扯脖子喊了很久，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而且越来越大，宛如冰雹，砸在脸上，让人疼痛难忍。他们尽可能的把头埋进衣服里，突然身后出现一道亮光，是滑雪场的铲雪车。几人顿时兴奋极了，以为有救了。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喊，车里的人都没有抬一下头，因为风声太大，完全阻断了声音。此时司机收到风暴预警，开始倒车原路返回。几人情急之下，把身上的滑雪装备往下扔，可那司机一直盯着后面，并没有看到掉下来的东西。3人彻底陷入了绝望。等到暴风雪结束后，温度骤降，缆车上布满了大冰瘤子，女孩水嫩的脸上已经出现冻伤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几人会被活活冻死。突然大海打开了护栏，他决定跳下去寻找救援。男人从几十米的缆车上一跃而下，落地的瞬间骨头直接穿破了膝盖，2条腿已经完全变形，彻底丧失了行动能力。女友在上面被吓得不知所措，她解开自己的外套，摘下围巾扔下去让男友止血，却不小心扔到了树上。大海见状，把自己的围巾也扔了下去。大山伸手去拿，却怎么也够不到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但腿上的伤口却传来剧烈的疼痛。又经过几次的尝试，终于拿到了。他用围巾绑在了伤口上。此时大山还在想其他办法，他发现固定缆车的柱子离这儿不是很远，也许可以顺着钢绳爬过去，就能从柱子上安全到达地面。说完，他站起身开始尝试，结果脚下一滑，差点掉下去。他只好先回到座位上，和女孩一起清理缆车上的冰。下面的男人低着头捂着脸，防止冰块砸伤自己。可等他一抬头，面前赫然出现了一只饿狼，正狠狠盯着自己。男人被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喘。上面的女友把滑雪板扔下去，吓走了饿狼。男人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此时缆车上的冰已经清理好了。大山再一次尝试，这次终于抓住了钢绳。看着近在咫尺的柱子，他鼓起勇气一点点向前挪动。可下一秒，他看向前方愣住了，然后又一点点退回到了缆车上。What's wrong? 大山叫他别往下看，原来下面又来了一群饿狼，把大海团团围住。他只能用帽子盖住眼睛来减少内心的恐惧。可那群饿狼直接发起了攻击。大山把住女孩的脑袋，不想让她看到如此血腥的画面，但下面传来的惨叫声让女孩哭得撕心裂肺，是那么的恐惧、无助与绝望。又过了很久，2人才平静下来。大山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原来刚才钢绳划破了手掌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女孩慢慢地凑到了大山身边，依偎在他的肩膀上。大山也伸出手搂紧女孩，让她尽可能的暖和一点。2人就这样睡了过去。这一夜变得十分漫长，天空又飘起了雪花。终于天亮了，女孩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她发现自己的手已经和护栏冻在一起，怎么也拿不下来了。女孩被困在缆车上1天1夜，她一觉醒来，发现握住栏杆的手已经拿不下来了。她忍着剧痛，用力地张开手掌，随着一点点张开，手心上的皮和手掌彻底分离。
里，最后用力一拽，终于拿了下来。他看了看血肉模糊的手，然后尽可能的缩进袖子里，脸上的冻伤也越来越严重。他想伸手去摸，却被大山拦住了，因为冻伤的皮肤很脆弱，一不小心就会弄掉整张皮。他们想着白天会不会有工作人员上山，可等了很久还是没有人。女孩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，她本能的去擦眼泪，冻伤的皮肤一下就掉了，可她却完全没有感觉到。到了中午，气温逐渐暖和起来，大山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，他要再次尝试爬过去自救，强忍着手心的疼痛，一点点向前挪。突然，一只狼跑了过来，蹲在地上盯着上面的人类，好像在等着大山掉下来成为他们的口粮。幸好大山顺利的爬到了第二个缆车，他的手已经变得惨不忍睹，但他顾不得疼痛，继续向前爬，速度也越来越快。终于来到了柱子上，刚顺着梯子回到地面，就被一只饿狼扑倒。慌乱中，他抓住一旁的滑雪杖，噗呲一下刺伤饿狼，随后立马找来滑雪板向山下滑，但还是有两只饿狼紧随其后追了上去。女孩只能在上面大声提醒，其他什么都做不了。她静静的祈祷大山能安全离开，然后回来救自己。转眼又到了晚上，安静的有些可怕。就这样到了第二天，女孩缓缓睁开眼睛，虽然没死，但同样也没等到大山。此刻她是那样的无助，向下看去，男友的尸体已经被大雪覆盖。她努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女孩开始尝试自救。突然螺丝脱落，缆车直接掉了下去，幸好还有一根钢绳连在上面。她深呼一口气，松开双手，安全到达了地面。但下一秒，缆车也彻底掉了下来，哐当一下砸中了小腿，她只能趴在雪地上一点点的向前爬，求生的欲望支撑着她，连爬带滚的过了好久。途中地上出现了很多血迹，原来大山并没有逃出去，而此时一只饿狼也发现了她。女孩吓得不敢有丝毫动作，没想到那只狼吃撑了，没攻击她，转身走了。女孩缓缓地调转方向，来到一处陡坡，直接就滚了下去，终于爬到了山下的马路边，但也因为过分透支体力晕了过去。不久后被一个路人发现并救了她。女孩虽然得救了，但她却永远失去了两个爱她的人。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。